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收到这个菠萝君发来的一个新玩具，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不是测试过他们家的一款暴力风扇吗？他们又出了一个新品的暴力风扇，型号是 TF50A1。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测试拆解。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喜欢这些新奇的电子玩具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期视频。我们对它进行测试，然后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拆解，这是我们频道的特色。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这一个菠萝君的暴力风扇。这一个纸箱子又是跟上次那个纸箱子一样的，非常的大啊！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这个是商品信息的标签，全英文的。这上面是规格信息、型号和风扇的一个图片。打开它的包装盒，这里有一个泡沫的衬垫，这是风扇本体，附赠了一个充电器、使用说明书、高速涡扇吹水机，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这上面有简单的使用说明。这个包装盒非常的简洁。然后我们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这一个暴力风扇本体。这一次这一个风扇比上次那个风扇的话，它的外观更加要好看一点。一打开就是2个非常醒目的警告标识，这里写了个危险，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禁止将手指、头发和编织等东西往这里面放，因为这个风扇转起来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一次它这个风扇做了一个错色的配色，这里是黑色，出风口和进风口为银色的一个配置，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风扇颜值就更高一点。底部则是它的开关机键和充电口，这个是电量指示灯和一个功能按键来控制风速的。这个是它的充电器，上面全是英文的。充电的规格是24伏1安，这是它内部的一个涵道电机。正面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重量是558克，也就是1斤多一点，比上一次那一个要轻多了啊！上一次那一个只要一启动，我一个手根本就抓不住啊！充电器的重量是90克。这一次这个圆形的设计的话，握持感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测试部分。咱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风扇的电全部充满了，我们用这个克重秤来测试一下这个1档、2档、3档的风力的情况，还有它的暴力模式的风力的情况。这是1档的微风模式，测出来它的风力的话，大概就是16克左右。2档的风力大概就是137克的样子。3档的风力大概就是接近300克。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暴力模式。暴力模式大概就是540克左右。我这个拍视频的地方不说话的时候是刚才是30多 dB。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风扇的噪音的程度。它1档的噪音的话就是70多 dB， 也不是很吵，因为1档的风不是很大。2档的噪音的话大概就是90 dB， 也不是很吵。它3档的噪音大概是102 dB 的样子，比我们上次测的那一个大的那个暴力风扇确实声音要小很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暴力模式，它的噪音有多大。这个启动暴力模式的时候，它的噪音也大概在100左右，风力大，噪音不是很大，证明这一个涵道电机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啊。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实际的风力的情况，这是一个风力测试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1档的风力，这是这个风扇1档的风力 7.2 米每秒，这个风力的话用来吹灰尘还是很不错的。这是这个风扇2档的风力 21.6 米每秒，相当于9级的大风，厉不厉害？这个还是缩小版的一个暴力风扇。
这是这个风扇3档的风力，31.8米每秒，相当于11级的大风，这个也算是非常厉害的了啊！马上来测试一下它的暴力模式，太牛了啊，直接测不出来了，已经超过了12级以上的大风，我这个仪表已经测不出来了，直接吹爆表了，这个已经够厉害了啊！这个新款的暴力风扇室内测试部分我们测完了，我们现在就是去户外来看一看这个暴力风扇究竟有多厉害。室外的测试，我们还是来到这个河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风力的情况。这个是微风模式，我们开到2档，这个是2档的，然后开到3档，这是3档的风力，然后再开到暴力模式。我操！我一身打湿了。这样看不出来的话，我们就去拿个盆子上来，拿个盆子装一盆水。1档的风力就是微风，2档风力，2档风力就有这么大了啊。还有3档，3档的话，这盆水一吹就没了。刚才3档模式一会儿就把水吹完了，我们就现在开到暴力模式。这瞬间几秒钟，一盆水就没了，够不够厉害？我吹了有这么久了，现在还有大概2/3的电量。它这个指示灯的话，1档的时候是2颗蓝色的灯，2档是4颗蓝色的灯，3档是蓝色的灯全部都亮了。暴力模式的话，按着不动。能量条没有了，就证明暴力模式就启动不了了。这个暴力风扇虽然体积缩小了，但是风力的话还是非常大的啊。户外的测试咱们都测完了，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拆解。从满电的情况，我们到户外去测试一圈。高强度的使用的话，大概用了30-40分钟时间。因为这种涵道电机一般的都是非常耗电的，能有这个续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啊。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我们频道的一个特色的环节，就是把它全部拆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内部电路的情况。这个风扇这个背面这里有4颗螺丝，我们先把这个4颗螺丝给它卸下来。卸下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取掉这一个盖子。功能按键和 LED 的控制板在这里，通过排插连接到主板上面。我们取掉这个排插，这个是充电的板子，通过3根线连接到主板。这个是风扇内部的电池，这里有2颗，下面2颗，板子底部还有2颗，一共6颗电池。充电排线我们把它取下来，这3根线为涵道电机的一个连接线。焊点非常的大，非常的饱满，就是为了过大电流，必须得这样焊。电池的正负极线在这个地方，上面有很厚的泡棉把它隔开。我们看这个电池的电压采集线呢，有3根，然后这里有一个 B5， 这里有一个 B1， 证明这一个电池串它是6颗电池串联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卸掉螺丝，把这上面的线我们用电烙铁全部把它取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拆下来的这一个暴力风扇的6串电子组，这个是这个暴力风扇的核心控制板，也就是主板。卸掉 LED 显示和按键的 PCB， 排线上面有泡棉进行固定，这是 PCB 板。这个底座上面就是充电板，同样的有3颗螺丝进行固定。充电的板子上面一个开关，一个5521的一个充电口。这是进风口的一个模块，它为了更加的稳固，全部都打了胶的，很难抠下来，一抠下来这里就有印子。这块是暴力风扇的出风口，一样的，这上面都打了胶的。我们拆的话，全部要破坏掉它的外观，同时也会丧失保修。所以说，大家这些电子产品买到以后，不要私自的去拆解。电机的3根供电线缆，我们从这个洞里面把它拿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取下这个电机。这就是这个暴力风扇的涵道电机，非常的暴力啊！速度非常的快。取下电机以后，这个暴力风扇的主壳体，这个进出风口跟这个壳体的主体为一体化的设计，表面是磨砂的质感。
这就是这个波罗军 TF50A1 拆解下来的所有的器件。咱们从充电端到电机的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暴力风扇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这一块就是电池的充电小板，上面一个5521的充电插口，一个波动开关，通过这一根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主板上面排线插口的旁边，一颗思印 SS54的整流二极管，防止电池中的电流回流到充电器，对充电器造成损坏。这一颗 R001为一个电池端的电流采样电阻，两颗思印 Q 的贴片保险丝，用来保护整个电路的安全性。这一颗芯片为锂电保护芯片，思印型号 CW1073，来自成立于2009年一家致力于模拟芯片研发和销售的公司——广东的赛威电子。这是一颗内置高精度检测电路和延迟电路的锂电池保护芯片。适用于6至7串锂离子电池或锂聚合物电池包，为锂电池提供过充电检测、过放电检测、过电流检测、均衡断线检测以及充放电、高低温等保护功能。芯片内置 MOSFET 的驱动电路，支持外部 PWM 信号来控制 DO 端子输出，实现电机的调速及软启动功能。6颗18650的电芯串联连接。厂家的话，来自成立于2019年一家专业从事18650型圆柱锂电池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服务的企业——江西允福享新能源。这6颗电池单颗电芯的容量是2000毫安，6颗串联等效12000毫安。按照官方介绍的一个参数，这个电池最大放电可以到20安，证明这个电芯的数值还是很不错的。电池模组通过裂片点焊，这一端的裂片直接连接在主板上，过大电流的能力是非常不错的。2颗黑色的电极电容，厂家来自成立于1952年一家拥有超过40年的专业生产电解电容的厂家——日本的红宝石电容。这2个电容的规格是470微法，耐压35伏，属于红宝石 ZLH 系列小型化长寿命电解电容。这2个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减少噪声和纹波，储存和释放能量以支持顺态电流需求，以及改善整体电路的稳定性和性能。电路板的这2边各有一颗 DFN 3×3的 MOS 管，分别是一颗 NMOS 管和一颗 PMOS 管，组成一个互补型开关电路。NMOS 的思印型号是 CJAB25N04S， 厂家来自成立于2018年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器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江苏长金科技。规格是耐压4次伏，内部的导阻 7.5 毫欧。这一颗 PMOS 管，它的思印型号是 AGM40P65AP， 厂家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与功率集成器件设计、生产、销售的公司——深圳新控源电子。规格是耐压4次伏，内部导阻56毫欧。这种互补型开关电路 NMOS 和 PMOS 的特性互补，可以实现高速开关，减小导通电阻，提高电路的效率和可靠性。这里有一颗 LDO 线性稳压芯片，同时这里还有一颗 LDO 线性稳压芯片，它们的思印型号都是7612。厂家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涉及电源管理、运算放大器、全桥驱动等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上海的明达微电子。这是一款输入电压高达40伏的低功耗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芯片可以提供高达1安的电流。这一颗稳压芯片用来给这一个电机驱动芯片进行供电，背面这一颗稳压芯片输出 3.3 伏电压，来为这一颗主控 MCU 芯片进行供电。主板上的这一颗主控 MCU 芯片，还有这一颗控制板上面这一颗控制芯片，2颗芯片的思印都是被打磨掉的。整个暴力风扇的各种控制功能，基本上就是这2颗芯片来完成的。把它的思印打磨掉，应该是厂家出于商业机密的一个考量，所以全部都打磨掉了。这一颗就是电机的驱动芯片，思印型号 EG2124。厂家来自易晶微电子，这家公司没有官网，具体信息我们也不清楚，但是可以查到这一颗芯片的详细的规格书。这是一款高性价比的大功率 MOS 管、IGBT 管3级驱动芯片，芯片的工作电压可高达260伏，芯片的 VCC 输入电压支持7至20伏。芯片内部集成了逻辑信号处理电路、死区实控电路、欠压保护电路、闭锁电路、电平位移电路、脉冲滤波电路以及输出驱动电路。
这一篇就是三厢电机的驱动电路，一共使用6颗功率模式，适应型号都是 H7440，厂家来自成立于1999年，从德国西门子集团独立出来的一家半导体公司，德国的英飞凌。这个 NMOS 的规格是耐压40伏，内部的导阻仅仅 1.8毫欧，6颗 NMOS， 每2颗组成一组半桥拓扑电路，一共用3组来驱动这个三厢电机。这个就是这个暴力风扇的涵道电机，型号是 T2627KV3000-6S。按照这个厂家的私印上面的名称，我们去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就是他们波罗军自己的公司。这一款涵道电机就是波罗军他们自己开发的一款电机。这一个波罗军 TF50A1 的暴力风扇，经过我这几天的试玩和拆解，这个风扇体积虽然缩小了，但是续航基本上和上一款大的那个暴力风扇是差不多的。风力的话比上一款小了一点，但是它的好处是体积缩小了，重量变轻了，非常的好操控，轻巧不费力就是它的优点吧。喜欢户外旅游露营的这个东西是必备的。北方的朋友下雪的时候用它来给车子上面的雪来吹一吹，也是很不错的。搞电子维修的用来吹吹灰尘，特别是修电脑的，用这个来给电脑除尘是非常不错的啊。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